使用安卓手机的用户都知道，安卓系统应用的后缀为 APK， 每一个安卓软件下载包后面都有这样的后缀。然而，最近一则消息传出，安卓将修改这一模式。据悉，谷歌将在今年8月正式在 Google Play 商店全面推行 AAB 格式，凡是提交到谷歌应用商店的应用都要采用这一全新格式。消息一出，舆论哗然，有不少媒体都纷纷发文表示这是针对华为鸿蒙系统的改动。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？众所周知，鸿蒙系统支持安卓系统应用，凡是 APK 格式的安卓软件都可以快速转换成鸿蒙系统应用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 Mate 40系列与 Mate 30系列手机出厂时都采用安卓系统，系统应用后缀均为 APK 格式。鸿蒙系统更新在不经过刷机程序的前提下，在线升级即可完成安卓系统刷到鸿蒙系统的转换。考虑到华为鸿蒙系统所做的一切都建立在 APK 格式基础上，谷歌更换应用程序很容易被人误解为针对鸿蒙。其实谷歌 AAB 格式早在2018年便已发布，那时候鸿蒙系统尚未诞生。 AAB 全称 Android App Bundle， 谷歌官方文件说明解释称，谷歌商店使用 App Bundle 生成并优化 APK 函数，用于不同设备配置和语言。本质上 AAB 就是一种更先进的应用打包方式，主要是为了解决开发者需要打包不同构架应用的麻烦，只能匹配用户的设备型号进行分发，从而精简 APP 安装包的体积。换句话说， AAB 格式是一种优化安卓应用的格式，它的功能在于简化下载包，而不是针对华为鸿蒙。此外， AAB 只是开发者上传格式，应用下载依旧是 APK 格式，这就意味着应用商店层面具备将 AAB 转化为 APK 格式的能力。华应用商店作为安卓系统重要参与者，早在2019年便已支持 AAB 格式，兼容安卓软件的鸿蒙系统也可以轻松支持 AAB 格式。退一步来说，即使鸿蒙不支持 AAB 格式也没有关系，因为 AAB 格式影响范围仅限于谷歌应用商店，国内手机厂商自家应用商店完全不用理会谷歌的要求，开发者依旧采用 APK 格式上传也没有关系。综合来说，谷歌 AAB 格式对鸿蒙毫无影响。安卓系统诞生10余年，谷歌为何要更换应用上传格式？谈到这里，不得不提日益增长的手机应用安装包大小。众所周知，手机应用安装包大小日益膨胀，10年前不过几 M 的应用，现在往往占用上百 M 空间。针对这个问题，谷歌决定从开发者角度着手，降低安装包体积。安卓手机最大特点便是杂乱无章，从千元机到万元机，屏幕大小、分辨率、像素密度各不相同。为了兼容手机的所有型号，安卓开发者需要做到适配工作，且保证每个型号手机都能正常运行。在适配过程中，需要为不同型号手机准备大量兼容代码与素材，这些文件随着手机型号增多与日俱增，因而手机安装包体积也越来越大。AAB 格式解决了开发者这一难题，开发者不需要将不同构架开发包塞到一个 APK 文件中，只需要为特定上传所有内容。谷歌应用商店根据手机型号与屏幕参数分配特定的 APK， 如此一来，手机安装包大小可以缩小许多。谷歌公开的数据，下载包大小可以减少 15% 左右。通俗点讲，以前我们下载一个微信，里面的文件又多又全，安装包支持所有的安卓手机，即使我们用三星手机下载，再将这个安装包传给小米手机用户，照样可以安装使用。而 AAB 格式优化过后的安装包则不同，它针对特定的手机。如果我们用三星手机下载，再将安装包发给小米手机用户，基本上无法正常使用。AAB 格式存在的意义在于细化安装包的功能，从全面的多面手变成专一的片刻声，同时减少应用安装包体积，为用户减负。新格式、新变化，
AB 格式一旦被所有安卓厂商接受，或意味着新时代的来临。届时，安卓系统应用将不再互通有无，每个应用商城都有自己独特的安装包，个人开发者私下制作的破解版也将遭到限制。下一个时代的安卓应用或许更加接近 iOS 系统软件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欢迎关注、点赞和留言互动，下期内容我们再见。